中医切脉诊断术始祖扁鹊。扁鹊前407到前310，春秋战国时期名医。由于他医术高超，被认为是神医，所以当时的人们借用了上古神话的皇帝食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少年时期的扁鹊在家乡开了一家旅馆，当时在他的旅馆里有一位长时间居住的旅客，名叫长桑君。扁鹊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时常恭敬地对待他，他俩过往甚密，感情非常融洽。在10多年的交往中，长桑君觉得扁鹊是一位勤奋好学、很有发展潜质的人。于是经过长期考验之后，长桑君决定把祖传的医术及秘方传授于扁鹊。同时他从怀中拿出一种药给扁鹊，并说用草木上的露水送服这种药，30天后你就能知晓许多事情。扁鹊按照他说的服药，30天后竟然能看见墙另一边的人，在给别人诊视疾病时，能清清楚楚地看出五脏内所有的病症。从那时起，扁鹊就离开旅馆，悬壶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齐、赵、魏、郑、秦诸国，为百姓诊脉治病，解除痛苦。扁鹊行医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尚的医德。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终成一代名医，是先秦时期医家的杰出代表。扁鹊成名后，周游各国，他擅长各科，遍游各地行医，在赵国为妇科，至周国为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儿科，医名甚著。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4诊法：望诊看看病人的脸色等，闻诊听听病人最近做了什么事情后生病问诊问问有没有做可以导致生病的一些事情，和切诊号病人的脉搏。当时扁鹊称他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这些诊断技术充分地体现在史书所记载的扁鹊的一些治病的案例中。在4诊法中，扁鹊由擅长望诊和切脉技术，他能通过望色和切脉判断病症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因此名扬天下。扁鹊看病行医有6不治原则：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不治；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的人不治；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的人不治；四是病身不早求医的不治；5是身体虚弱不服药的人不治；6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的人不治。他的一言一行彰显了他高尚的医德和反对迷信巫术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平时，扁鹊还始终注重传、帮、带的教育方法，无私地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门徒。后来他的徒弟子阳、子豹、子越等都有所成就。遗憾的是，扁鹊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希妒忌杀害。扁鹊从小就是一个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的人，常常受到左邻右舍的赞扬。有一位名叫长桑君的老中医，医术高明，四乡驰名。他发现扁鹊是棵好苗子，就有意将自己的医术传授给他。一天，老中医长桑君把扁鹊叫到面前，开门见山地说：“你如果愿意跟我学中医，就到南山采药去吧，1年之后再来见我。”扁鹊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第2天一早，扁鹊就带着工具和药样出发了。他翻过一座座险峻峥嵘的山峰，穿过一片片遮天蔽日的森林，采啊挖啊。不知不觉1年过去了，他不仅认识了许许多多药材，而且基本掌握了这些药材生长、采挖的规律。长桑君见扁鹊满载而归，微微一笑：“你还要去民间给人们切脉？不完成5千里不能回家。”扁鹊二话没说，又背起药箱奔走4方。他为各种各样的人切脉，从脉象的变化中细细揣摩人体的病症。当他完成任务返回老师住处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只见常细细揣摩人体的病症。当他完成任务返回老师住处的时候，不禁大吃一惊，只见长桑君正躺在床上低声呻吟。原来在扁鹊外出期间，长桑君不幸中风偏瘫，又半身不能动弹。扁鹊不顾旅途劳累，放下行李就给长桑君烧水煮饭、熬汤煎药。
晚上，他又端来一大盆热水，蹲在床前给长桑君洗脚。洗着洗着，长桑君左脚一蹬，把盆子踢翻了，水浇湿了扁鹊的衣服、鞋子。扁鹊一点也不在意，转身铲来一些皂灰，洒到了湿漉漉的地上。接着又忙着安顿长桑君入睡。正在这时，长桑君突然觉得喉中瘙痒，呸！一口痰不偏不倚吐到了扁鹊的脸上。扁鹊仍然不急不躁，默默地掏出手帕把痰擦掉了。夜深了，长桑君把扁鹊唤至床前说：“你已经经受住了3次考验，上山采药对你食药用药大有好处，按脉切诊对你断病治病甚有帮助。今天我又亲眼看到你对病人体贴入微，胜似亲人。作为一个好医生必须具备的3点，你都有了。现在我可以放心了。”说到这里，老人用颤抖的左手从枕下摸出自己珍藏多年的医书，小心翼翼地交给了扁鹊。从此，扁鹊边攻读边实践，医术提高得更快了。扁鹊医术高明，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有一天，扁鹊巡诊去见蔡桓公，礼毕，他是立于桓公身旁，细心观察其面容，然后说道：“我发现君王的皮肤有病，你应及时治疗，以防病情加重。”桓公不以为然地说：“我一点病也没有，用不着治疗。”扁鹊走后，桓公很不高兴地对左右的人说：“医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能，以便把别人健康的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我就不信这一套。”10天以后，扁鹊第2次去见桓公，他查看了桓公的脸色之后说：“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如果不治疗，病情还会加重。”桓公不信。扁鹊走了以后，桓公对病情正在加重的说法深感不快。又过了10天，扁鹊第3次去见桓公，他看了看桓公，说道：“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如果不赶紧医治，病情将会恶化。”桓公仍不相信，他对病情变坏的说法更加反感。又隔了10天，扁鹊第4次去见桓公，两人刚一见面，扁鹊扭头就走，这一下倒把桓公搞糊涂了。他心想，怎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于是桓公派人去找扁鹊询问原因。扁鹊很伤心地对来者说：“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用汤药清洗，火热久服，容易治愈。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用针刺术可以攻克。后来桓公的病患至肠胃，服草汤剂还有疗效。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生杀大权在阎王爷手中。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道，手到病除，必将遭来祸害。5天过后，桓公果然得了重病，浑身疼痛难忍而不能起床了。他看到情况不妙，这时也想起了扁鹊，就主动要求找扁鹊来治病。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后说，扁鹊已经离开了齐国，往秦国去了。这时桓公后悔莫及，他的病情也随之越来越重，最后不能医治，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这也是成语讳疾忌医的由来。自从扁鹊见桓公望而治病的故事传开以后，他的医名也就响遍了列国。有一天，魏文王询问扁鹊说：“你们家兄弟3个都从医，都精于医道，但是到底谁的医术最好呢？”扁鹊回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是兄弟3个中最差的一个。”文王惊讶地问：“那为什么你却是你家3兄弟中最出名的一个？”扁鹊回答说：“我的长兄治病是治疗在病情未发作之前，由于一般的人都不知道他能够观疾病于未起之先，及时将疾病的本因清除，默默地积累玄德于无形之间，所以他的医术是别人无法知晓的，他的名气也就无法传播开来，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他的这些本领。而我的中兄的医术和治疗是最擅长于治疗患者的病情初起之时，及时将疾病清除于未祸之先。一般的人都以为他只能治疗一些轻微的小毛病，所以他的名气只是在本乡小范围内传播。但是我治疗的疾病病例大都是治疗于患者病情严重之时，一般的人都看到我在病人静脉上扎针或放血，在皮肤上敷药或者动手术，操作过程能够眼见目睹，所以大家都以为我的医术非常高明，名气也就传遍了全国。因此所谓良医化解病，用医治疗病，患者在还没有呈现发病征兆，能够找出病因加以医治，这是最有效也是最自然的办法。
若等到病情严重才去医治，即便能够治好，身心已经受过很大的伤害了。这个故事给后人的启示是，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扁鹊不但医道高明，能药到病除，起死回生，而且手中那包银针更神得出奇。不管多么难缠扎手的病，到了他的针下，那针叫死胡同里结毛驴没跑儿。张村有个老太太，瘫了多年，听说来了神医，让儿子用小车推着她去看病。谁知这老太太怕针比怕蛇还厉害，说什么也不让扎。扁鹊笑了笑说：“来呀，把她抬到太阳底下，我自有办法。”老太太被抬到院子里，日头当空，地上投下了老太太的身影。扁鹊手拈银针，对着影子蹭蹭蹭扎上了2排针。嘿，简直神透了！一打烟的功夫还没用，老太太慢慢地坐了起来，伸伸胳膊，撩撩腿，噔噔地跟着儿子走了。有一年，3岁的太子突然得病，先是不吃不喝，后来又神志不清。国王忙召御医诊治，御医们都看不透太子这种蹊跷病。国王又命人便请名医，医技要不好，咔嚓一声就动刀杀人。午门之外，天天都有人头落地。眼看太子病情越来越重，国王发了狠，传旨四方，治不好太子的病，天下医生都斩尽杀绝，吓得四方医家纷纷东躲西藏。扁鹊知道了这件事，就骑上小毛驴，独自闯到王宫里。扁鹊来到太子的床边，拿眼角一扫太子，连脉也没号，说道：“这是相思病，好治。”国王一听，立时翻了脸，胡说，3岁顽童如何得这种病？推出去砍了。扁鹊面不改色，微微笑道：“哼，杀我还不容易，就像掐根草。可太子离了我没救。”说完，头一扬，就往外走。娘娘救子心切，一听这口气，忙对国王说：“哎呀，你先让他治治吗？治不好再杀也不晚啊。”国王一想也是，忙唤他回来，说道：“给你3天期限，治好了重重有赏。”扁鹊冷笑道：“我不是为赏赐来的，要我治，好说，不过得依我2件事。”国王忙说：“只要能治好，别说2件，2000件我也依，快说。”扁鹊说道：“第1件，不许再杀召来的医生，统统放回去。第2件，3天内不管是谁，都必须得听我的。”国王救子心切，连忙答应。1天过去了，扁鹊并没给太子用一针一药，去与宫娥搭讪闲聊起来。又1天过去了，扁鹊还没给太子治病，娘娘可沉不住气了，几次差人去催扁鹊，扁鹊摇摇头说不忙。转眼到了第3天，动真格的时候到了，刀斧手提着明晃晃的鬼头大刀，杀气腾腾的在一边伺候。国王的脸像刷了层浆子，绷得紧紧的。扁鹊大踏步走进来，一没拿针包，二没提药囊。他一看这架势，轻蔑地笑了笑，不慌不忙，从怀里掏出一对明晃晃的小铜锤，在太子头前啪啪啪敲了3下，一反手把小铜锤藏到了身后头。太子听到响声，慢慢地睁了睁眼，四处看。国王娘娘立时露出了笑脸儿，忙来拖太子的头。太子看了一会儿，见没有他想要的东西，又慢慢地闭上了眼。扁鹊又拿出小铜锤，啪啪啪敲了3下，太子又睁开了眼。扁鹊提着绳儿在太子头前晃了几圈，嘿嘿地逗太子玩起来。太子伸出小手抓铜锤，挣扎着要，扁鹊给了他。太子笑了，拿过小铜锤，啪啪地敲着玩了起来。这时文武百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都看直了眼。国王娘娘可乐坏了，喝退刀斧手，传令备酒宴。原来扁鹊不但会按摩、针灸、切脉，还会望诊。他一看太子的模样儿，就知道得了相思病。3岁孩子能想什么呢？头1天，他就钻进了太子的玩具堆里，一件件地清理着。找来找去，找到一只单光光，这是外国进贡的宝物，样式精美，小巧玲珑。他拿起来敲了敲，声音又甜又脆，真是好听极了。再找另一只，却怎么也找不着。他把这只小铜锤揣进怀里，心里有了数。他又把平日看护太子的宫娥找来，一个个的询问，其中有一个人说了实话。有一天，太子在莲花池边玩，太子把一只心爱的小铜锤掉进了池里。当时太子哭着要，可是没捞上来。
从这时起，太子就病了，这下扁鹊心里更有了底。第二天，扁鹊便让人从莲花池里捞上了这只铜锤。扁鹊治好了太子的病，国王赏他黄金100两，彩缎千匹，朝中官职任他挑。进行封赏这一天，国王命人去请扁鹊，找遍了王宫，连个影也没有。原来在3天前，扁鹊就骑着毛驴走了。扁鹊给一家免了这场灾难。从此以后，凡是沾个药边的，贴个一字的，都是他为祖师爷，家家都供着他的神位。有一年，齐国的国王生了一种怪病，终日昏昏沉沉，蒙头大睡，觉也不醒。王宫里的御医用了不少药，也不见好转。文武大臣急得团团转，王后和太子也愁得日夜啼哭。这时有个太监说，听说扁鹊是个神医，何不请他来看看，也许可以治好王后和太子。立即派人把扁鹊请来。扁鹊看了看齐王，搭了搭脉，对王后和太子说，大王的病可以治好，不过我治好了大王的病，大王会处死我的。王后和太子连声说，哪有这个道理，你治好了大王的病，一定要重重赏你，哪会处死你呢？扁鹊说，既然如此，隔几天我再来一天。天下大雨，扁鹊来给齐王看病。一路上，扁鹊既不坐轿，也不打伞，冒雨不行，弄得一身泥水。扁鹊走进王宫，来到齐王寝宫，只见齐王仍然蒙头大睡，叫了几次也没叫醒。扁鹊一不脱鞋，二不脱衣，就爬到了齐王床上，把齐王推过去，翻过来的折腾开了。齐王睁开眼睛一看，见一个浑身泥水的人趴在床上摆弄他，顿时勃然大怒，坐起来指着扁鹊破口大骂。外面的文武大臣听了，连忙赶进寝宫。齐王见了众人，再望望湿淋淋的扁鹊，觉得有失威严，更加恼怒，大喝道，来人，快把这畜生拉出去，斩首示众。武士把扁鹊推了出去。扁鹊对王后和太子道，大王今日发了此番大火，并已不治自愈，不必再服药了。我犯了辱君之罪，大王要处死我，我也预料到了。不过我有个请求，不要杀我的头，把我罩在大钟内闷死好了。王后和太子把扁鹊的要求回报了齐王，齐王同意了。扁鹊被罩在钟内，时间一长就要闷死。他用手在钟边挖泥土，挖出一个通气孔道，自己就端坐在钟内静心养神。3天后，齐王的病完全好了。他想起被他下令处死的扁鹊，心中十分后悔，便同王后、太子一同来到钟边，叫人把大钟吊起来。只见扁鹊正端坐养神，面色红润，安然无恙。齐王见了很是惊讶。王后和太子问扁鹊为什么要用那样粗野无礼的办法给大王治病。扁鹊说，大王之病是因操劳国事过度，众多烦恼之事闷在心头，积郁成疾，实为郁症。这种病只有激发他生气狂怒，把胸中积郁发泄出来，就会好了。齐王听了，称赞道，真乃神医也。于是后赐了扁鹊。人们很长时间并不知道牛黄到底是怎么来的。牛黄被发现并被用进药里，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上这个机会的不是别人，正是扁鹊。青年时代的扁鹊跟一位良医学了10几年的医术，成了一名能新建五脏症结的优秀医生，在当地非常有名。他的足迹踏遍陕西、山西、黄河中下游，替当地民众解除疾病，深受百姓的尊重。有一天，他刚从药罐中取出炮制好的青蒙石，准备研末替一位名叫杨文的邻居治疗中风偏瘫。这时门外传来一阵喧闹声，扁鹊问其因由，原来是杨文家中养了一头10几年的黄牛，不知何故近来日渐消瘦，吃草少，喝水多，行走无力，眼睛发红失神，以致不能耕作。故杨文的儿子杨宝请人把牛宰杀了。谁知杨宝发现牛胆里有块石头，扁鹊对此颇感兴趣，叮嘱杨宝把石头留下，以便进一步研究。杨宝笑了，先生莫非想用它做药？黄牛治病源于结石，这结石乃病根也，哪能治病？扁鹊一时也答不出来，随手把结石和桌上的青蒙石放在一起。正在此时，杨文的病又突然发作。扁鹊赶到杨文家时，只见杨文双眼上翻，肢冷气急，十分危险。
扁鹊一边扎针一边叮嘱杨宝：“快去把我家桌上的青蒙石拿来。”杨宝气喘吁吁地拿回药来，扁鹊很快研末给杨文灌下。不一会儿，杨文停止了抽搐，气息平稳，神志清醒。事毕，扁鹊回到自己家里，发现青蒙石还在桌上，而牛结石却不见了。他忙问家人何人动了牛结石，回答是刚才杨宝来取药，说是您吩咐的呀。这个偶然的差错却引起了扁鹊的深思，难道牛的结石有祛痰定惊的作用？于是第二天，他有意识地在给杨文服用的中药里将青蒙石改换为牛结石。3天后，杨文奇迹般的痊愈了，不但止住了抽搐，而且偏瘫的机体也能动弹几下，喜得杨文连声称谢。扁鹊说：“不用谢我，还是谢谢你的公子吧。”于是扁鹊将牛结石带青蒙石的经过讲了一遍，并说此时酒进于胆之中，凉人心肝，有清心开窍、镇肝息风之效。杨文问道：“这药叫什么名字呢？”扁鹊思索片刻：“此结石生在牛身上，粘于肝胆而成黄，就叫它牛黄吧。”又说牛黄有此神效，堪称异宝。牛属丑，再给它取个别名，叫做丑宝吧。自从扁鹊用牛黄治好杨文的病之后，便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因为牛黄具有清热解毒、开窍豁痰、息风定惊之功，故广泛的应用于高热、昏迷、抽搐、癫痫等病症。从而使药材商觉得牛黄有巨大的商机，便派人到各地征收牛黄。一枚牛黄就是一条牛的生命，由此引发了宰牛取黄之祸。那是宋徽宗当政时，户部下令在全国各地购买牛黄，以供皇家惠民和祭局配药使用。由于令下如山倒，积如星火，各州县百姓竞相屠牛以取牛黄，但仍与所求的数量相去甚远。地方官吏趁机从中敛财行贿，中饱私囊，百姓叫苦不迭。独有山东莱州叶县知县直言上书说：“牛欲遂疫，则多病有黄。今太平日久，和气充塞，县境牛无黄可取结果，朝廷给叶县优惠待遇，可不用进贡牛黄，叶县百姓无不感激之县。”有一次，扁鹊路过国，看见全国上下都在举行祈祷，一打听，方知是国太子死了。太子的侍从告诉他，国太子清晨鸡鸣时突然死去。扁鹊问：“已经掩埋了吗？”侍从回答说：“还没有。他死了还不过半日呢。”扁鹊请求说：“能否让我进去看看？”并说国太子也许还有生还的希望。侍从睁大了眼睛，怀疑地说：“先生，你该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只听说上古时候的名医鱼有起死回生的本领，若你能像他那样倒差不多，要不然连小孩也不会相信的。”扁鹊见侍从不信任自己，很是着急，他灵机一动，说：“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么你去看看太子，他的鼻翼一定还在扇动，他的大腿内侧一定还是温暖的。”侍从半信半疑地将话告诉了国王。国王十分诧异，忙把扁鹊迎进宫中，痛哭流涕地说：“久闻你医术高明，今日有幸相助，不然我儿子的命就算完了。”扁鹊一面安慰国王，一面让徒弟子阳磨制10针，针刺太子头顶的百会穴。一会儿，太子竟渐渐苏醒过来，扁鹊又让弟子子豹用药物灸病人的两肋，太子便能慢慢地坐起来。经过中药的进一步调理，20来天就康复如初。这件事很快被传遍各地，扁鹊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说他就是使死人复活的医生。扁鹊听了，谦逊地笑着说：“我哪里能使死人生还呢？太子患的是失觉症，本来就没有死，我只不过是使他苏醒过来罢了。”以后人们常用起死回生这个词来形容医生技艺高超。有些病家有时为了感谢医生，送上一块扁鹊在世的横匾，也是颂扬医生医技高超的意思。喜长沟一个太子得了重病，几乎把有名的医生都请遍了，始终也不见效，就是专给皇上治病的太医也瞪着眼睛没办法。眼看太子就要病死了，最后找到了扁鹊。扁鹊一看，知道是太子的肠子上有了病，征得国王的允许，他便把太子带到了郎家庄北边一条河沟里，剖腹医治。及至医治将完，忽然发觉太子的肠子缺了一段，于是他就顺着河边寻找起来。
河水虽然清澈见底，可是流得非常急，扁鹊在河水中紧赶慢赶，跑了很长时间也未找到。后来赶到焦家庄北，碰到一位洗衣姑娘，就问她说：“姑娘，你看到一段肠子没有？在那。”洗衣姑娘不慌不忙地指给扁鹊看。扁鹊顺着姑娘手指的方向一看，原来太子的那段肠子就放在他的洗衣石板上。扁鹊道了谢，拾起肠子回来，又把它装在太子的肚子里。太子的病果然好了。当时的人们为了纪念这段有趣的故事，就把郎家庄北的那条河沟起名叫做喜肠沟。